是范门书圣，一笔藏八仙，逍遥似神仙，寥寥几笔让不知多少书法大家道心破碎。范马家族中兴之人的含金量还在上升，他就是颜辉村的超级计算机范小勤。古有岳母刺字，今有范公刺字。黄新龙带着范小勤去写书法，本以为是搞抽象的，老板怕小勤浪费纸，挑的还是可循环书写的水写簿给他玩。没想到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只见小勤大笔一挥，写出来的字尽显唐宋八大家之风采，直接惊动书法圈。范公的字不仅仅是有唐宋八大家的风采，更是直接把八人藏在了字里，一笔出八仙。就一个勤字，足够书法家钻研琢磨了。勤字何解？怎落笔都不对，穷极半生不如小勤，随笔一挥，这谁能不道心破碎呀？另外，范公字里行间除了八大家，还有更深的意味。首先是三点水直接被写成了三，因为三生万物；而最下方的三点水还致敬了特朗普。草字头则记录下了孔子问道于老子的真析画面，范字中间的留白则代表了范公心底无私、天地宽的大意。在名字上，范公故意把自己写小，把勤劳放大。细看勤字，那大开大合的三笔宛若关刀三横，充满了力量感。最右边的利字也是致敬了手搓出自己这个超级计算机的范家发，一根拐杖，一个加发残角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得相当踏实。整个作品的艺术成分很高啊，有3层楼那么高。短短2天出现了大量模仿者，但废纸3000，终不得范公其意。因为在写的时候，前面2个字范公都大大方方呈现了写法，唯独这个勤字正好被手挡着了。这一笔出八仙的写法，恐怕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是如何写出来了。新手入门不建议临摹范公的，可以选择难度低点的，如王羲之字帖入手，上手后再考虑范公，否则容易走火入魔，得不偿失。你要问范公为什么没学过书法，却能写出如此惊艳世俗的作品，那我只能告诉你，天道酬勤。为什么只写自己的名字？因为小勤只会写这仨字。范公原名范小勤，独立的爸，没烦恼的妈，以及爱肘击的他。也是经典的天崩开局了。小勤的童年是充满艰辛的，母亲马云有智力缺陷，没有劳作能力，家里只有父亲范家发能干活，结果早年还被蛇咬了，导致丢了一条腿，成为村子里最独立的男人。一步一个脚印的家发撑起这个家，再加上低保，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小勤小时候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不过他也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苦的，毕竟小勤也遗传了马云的智力缺陷，有饭吃有水喝就满足了，天天喝颜辉村的颜辉甘露。2015年去过大城市见过世面的远方表哥发现小勤长得像马云，就把他拍下来发到网上，没想到意外爆红，毕竟长得确实像，就连马云本人都恍惚了，以为是家里人把自己小时候照片发出来了。得到马云本人认证之后，范小勤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范家的毛坯房直接成为颜辉村的网红打卡地，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各种目的来到小勤家，只为一睹小马云真容。后来一个大老板看中了他的商机，直接带他到大城市生活，参加各种节目。2021年热度褪去的小勤被送回了颜辉村，表哥黄新龙就带着小勤拍段子。虽说黄新龙一家靠着范小勤盖起了别墅，开上了豪车，但小勤一家的生活也确实得到了改善。比如说家发直接实现小麦果汁自由了，真给他落实上了。落实到这是爱情款，还是落实到孩子的培养上面？落实在孩子对啤酒上面，我就心我一说。不管是跟着老板到大城市，还是跟着表哥拍段子，小勤都是没有时间接受正常教育的。再加上本身也有着智力缺陷，不认得多少字，写就更不用说了，就能写个自己的名字，有时候还会写错了。我靠，你这犯这4点水吗？但也正是这份纯真，才让他创作出如此巨作。原来这就是返璞归真的力量啊！怪不得人们都说天真烂漫是武师呢。可惜的是，范公的真迹没有保存下来，而且就连范公本人再写一遍也写不出来了。月后即焚，此字只应天上有啊！虽说已经有才子用画画的方式实现了高水准复合，但那终究只得其形不得其意，画1000万笔不及他一笔。千年范仲淹，万年范小勤。在此绝笔出现之前，范马家族画事人或许还有争议，但如今已经毫无悬念了，只有3字写出8大家的范公能扛起这个重担了。